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未来的正缘，你会以怎样的方式遇到你的正缘？你们彼此会发生怎样的故事，产生怎样的火花？还有就是天使神谕卡给你们的爱的指引和爱的建议。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在我们选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在弹幕当中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属于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组牌，圣杯国王就是你们未来会遇到的这个正缘，它所具备的一些特质。首先呢，圣杯国王它自身是一个水象特质的人格啊，可能说是巨蟹座、天蝎座或者说双鱼座。那么对方会带给你一种温文尔雅的这种舒适感，或者说第一印象。所以说这个圣杯国王他大概率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整个人的话，会带给你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水象特质的人格其实最擅长的就是沟通，所以说你能够在和正缘交往的过程当中，你甚至能够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它的出现呢，能够带给你一些面对未来的勇气和信心，而这种勇气和信心呢，是你一直以来都极度缺乏的。而且呢，这个圣杯国王它带给你的影响更多的是关于情绪和沟通上面的一个提升。也就是说，当它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自身的这种情绪会变得比以往更加稳定，而且你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如何沟通的技巧和方法，就能够让你更加从容的去处理自己身边所遇到的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从这张牌面上就可以看到，对方的出现确实能够让你发现到一个未曾意识到的自己，而这种关系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因为你们彼此既是独立的个体，又能在产生连接的过程当中发现更好的彼此。而第二张牌星币3代表的是你和对方的相遇呢，其实是会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可能说是学业或者说事业上的一个典礼啊，或者说是一个工作报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场合下相遇的。而第3张牌呢是宝剑侍卫啊，你们在遇到对方的时候，自身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对方是国王，而你们是侍卫啊，所以说从这2张牌面上就可以看到，对方他是要比你更成熟一些的。而你们作为这个宝剑侍卫呢，其实会有一点心直口快，经常会因为冲动而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和决定。那么你在遇到对方的时候，你们的心智其实还不够成熟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任性、忽明忽暗、耍小脾气。但是宝剑侍卫对于爱情的理想是非常真诚的，你们心里怎么想的，你们就是怎么做的。所以说你们在刚开始彼此相处的时候，其实是会产生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了这张星币5啊，因为你们自身可能说遇到正缘的时候，在性格方面还没有足够的成熟，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说你们2个人在沟通的时候，节奏和频率没有办法保持一致啊，就像这个牌面当中的2个人一样，但是呢，既然对方是你们的正缘啊，说明当你们2个人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终是可以依靠你们对于彼此的这种感情，或者说对于彼此的这种信赖，对于一段感情的坚定啊，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其实在感情当中没有完美的2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们2个人能够非常坚定的一起携手走下去，出现什么问题都有决心去处理和解决啊，这才是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之前你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成熟啊，或者说在感情当中不够坚定，而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人。但是凡是你们经历过的事情，其实都能够让你们成长，而你们在未来遇到正缘的时候，你们就会牢牢的抓住，不会再轻易的放手。而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首先左边的这张 Trust 信任啊，这种信任呢，是你未来和正缘你们2个人所彼此共享的一种感情啊。因为信任关系一旦形成，你就能够用这种沉甸甸的信任去对抗孤独。
你再也不会感觉到内心当中的那种匮乏和惶惶不可终日。那从此以后你会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而第二张牌呢是 passion，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是有着很强烈的这种激情，那这种激情呢还包含着你们对彼此的承诺。而第三张牌呢是 attraction 吸引，互相吸引。你们两个人其实彼此不存在说谁故意靠近谁，或者说谁主动接近谁因为你们两个人会被彼此天然的吸引，因为对的人是不需要去努力靠近的。而底下的这两张爱之神谕卡呢，你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大天使给你们的关于在爱情上面的一个指引和建议首先呢就是 Let there be closeness between you, but always give each other space。 当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你们会很清楚，你们既是独立的个体又能够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发现更好的彼此，携手前进。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关系的这种边界或者说分寸是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所要共同进步或者说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而第二张牌呢是 reflection，也就是说你在未来和正缘相处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仅能够让你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也能够让你看到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自己。所以说亲密关系能够让你发现一些你曾经没有意识到的优点、闪光点，但是也能够让你发现到你自身没有意识到的某种缺点。所以说真正好的亲密关系，它是能够给你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反思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都有阴暗和光明的一面，重要的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选择成为什么，而那才是真正的我们。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呢，我们在第二组牌当中的第一张塔罗牌就是命运之轮。命运之轮出现在这组占卜当中呢，让我想到了《挪威的森林》这本书里边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所以说命运之轮它代表的是过去曾经和你们有过联系的某个人，会在未来再次相逢。你过去失去的东西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永远的失去了，它还会在未来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这张正义牌呢，就代表的是你未来的正缘，它可能来自于过去也可能来自于未来。那么正义牌呢，首先这张牌你未来的正缘，它的颜值还是会比较高的，而且呢，他会非常的聪明，无论在学业或者说事业上，他都算是佼佼者，一个学霸，或者说在事业上小有成就。而正义牌呢，它对应的更多的是一个风象星座可能是双子座、天秤座或者水瓶座。所以说这个正义牌从牌面上来看的话，虽然它看起来会非常的严肃，但是呢，这只是他在工作或者说学习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因为对方只要一进入到自己的这种所擅长的领域进入到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学业当中，就会非常非常的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但是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他其实会有一点幼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孩子气，自尊心很强，又好面子。所以说当你们在遇到这个正缘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他和你们传统当中想象的那种正缘会有一点出入，你们也能够在和对方接触的过程当中被他自身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光环所吸引。对于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正缘来说，他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的鲜明，但是呢，对方最吸引你的一点就是他在和你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从他身上得到一些非常积极的生命能量。而第三张牌呢，权杖八的逆位你们一直以来的感情运势其实对你们来说都是有一些缓慢且曲折的你们总是觉得自己的感情有点虎头蛇尾，总是无疾而终靠着冲动和激情开始，最后唏嘘收场。而第四张牌呢，女祭司，对应的就是你们自身的性格特质。你们对外表现的不动声色一般人也很难走进你们的内心，但是你们内在依然拥有一颗炙热的内心也愿意相信美好的爱情会发生在你们身上。但是其实你们有时候也会有一点迷茫，因为你们的爱情标准
有时候其实也会比较模糊啊，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不忍心去拒绝别人，总是在一段朦朦胧胧的状态下去开展一段感情。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爱之神谕卡呢，首先呢，第一张牌是 This could be the one，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正缘啊，和你们携手共度余生的这个人生伴侣，那么你们在未来遇到的这个正缘呢，它是非常有可能会和你们携手共度余生的。我们要找到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然后去一起抵抗这个世界的孤独。第2张牌呢是 separation 啊，你们刚开始可能说处在一个异地的状态，separation 代表的是分离啊，可能说你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一起的，也有可能是你和你的正缘感情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短暂的分手了一段时间，最后又复合，但是呢，这种距离或者说分离，并不会对你们的感情造成影响，因为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所以说第3张牌 hard conversations 啊，也就是说可能说你们重新复合的这种契机是来自于你们2个人彼此之间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度的这种心对心的对话，让你们更加了解彼此，也让你们更加坚定的能够继续携手走下去。而接下来的这张爱之神谕卡呢 Close your eyes and tell yourself that you deserve to feel joyful， 闭上你们的双眼，告诉你们自己啊，你值得爱，值得被爱，你值得爱情带给你的这些美好。积极的自我暗示会让你们在潜意识当中运用吸引力法则来靠近你们心中的目标。而第2张牌呢 Time， You're trying too hard to give it time，你现在可能说因为自己内心当中的匮乏而特别渴望一段感情立刻出现在你的面前，但是呢，你们可能说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啊，你们现在的话 trying too hard， 你们现在需要放松下来，给自己一些时间和耐心。其实我们一直好奇的那些未来，那些令我们有一点忐忑不安的未来，我们心里能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他们是明亮的，而善于等待的人，一切都会及时到来。请你们给自己一些时间去遇到那个对的人。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的第1张牌呢就是星币2，代表的是你们自身所具备的性格特质，非常容易陷入到这种纠结和犹豫当中啊。这种纠结和犹豫的性格，可能也会让你们在爱情当中留下一些遗憾，或者说曾经错过某段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星币2它也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正在艰难的维持某种来之不易的平衡。而第2张牌呢是星币骑士啊，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正缘。它会是一个土象特质的桃花，可能是摩羯座、金牛座或者说处女座。在你遇到对方的时候，对方应该是过着这种枯燥无聊的有钱人生活啊，因为星币代表的是对方拥有比较富足的这种物质基础。从牌面上来看的话，对方可能从事的工作是金融业，或者说对方的家庭背景会比较优越。那么这种土象特质的桃花呢，或者说你未来的正缘啊，他自身的这种优越的家庭条件或者说物质基础，其实并没有让他自身有多少的优越感，而是说这种土象特质的桃花，他还会特别的上进、稳重和踏实。但是呢，土象特质的桃花，它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因为自身过于认真和较真，有的时候你会和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问题啊，因为你们觉得他太过于执着啊，一旦自己认定的东西就不会轻易的改变啊，甚至包括爱情也是。所以说对方的这种固执，在爱情当中一旦认定就会变得特别的专一，而且呢，土象特质的这个正缘会非常的有责任心啊，他们会非常看重自己做出的承诺。那么他们的承诺就像这张牌里面的这个星币一样，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他们不会轻易许下承诺，但是一旦做出承诺，就一定会履行自己的诺言。而第3张牌呢，月亮牌是对应你们自身有着非常敏锐的直觉和感受，你们会注意到一些
被平常人所忽略到的细节，尤其是在爱情当中，你们不会凭借第一印象就去断定别人，但是你们会从别人所展现出来的细节啊，这种细微之处，能够一眼的判断出来对方是否适合你们。而且月亮牌它自身所对应的这种敏感和直觉，有的时候也会困扰到你们，因为你们自身的这种感知能力太强，有的时候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困扰和痛苦。你们的共情能力太强，也会让你们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感同身受，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刺痛你们，但是同样一点点小事也可以安慰你们。而第4张宝剑8代表的是你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些迷失，那么这种迷失呢，不仅仅是在爱情上面的迷失啊，你们会在自己未来的道路和方向上也会有一点迷失。那么周围插满的这些宝剑和你们身上的束缚呢，来自于周围人对你们的期待和你们自身身上的一些标签。你们现在已经有一点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你们总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那么出现这张牌代表的是，如果你们想要遇到属于自己的正缘，你们必须摆脱他人对你们的期待，找回真正的自己。因为如果你们无法摆脱别人对你们的期待，你们就会永远的活在别人的眼中，而你们所要找的这个人生伴侣呢，最终可能也是别人眼中所定义的那个完美的伴侣，而不是你们自己发自内心所要遇到的这个灵魂伴侣。所以说，只有先成为真正的自己，你们才能够收获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爱之神谕卡呢？那么我们在占卜当中提到的这个正缘啊 ，wedding， 一旦你们遇到就不会错过，你们最终会走入到这种婚姻的深度绑定当中。而第2张牌呢是 forgiving and learning。这张牌是让你们放下过去啊，现在的你们必须学会在失去的废墟当中重新生活啊，重新建立生活的计划和意义，并且尝试着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汲取一些养分，帮助你们更好的活在当下。那么第3张牌呢是 Let go of control issues。你们对于事情有着很强的掌控欲啊，一旦事情偏离了你们一开始的方向，你们就很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你们现在要做到顺其自然，尤其是在爱情当中啊，你们完全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一个怎样的人。当你们放下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或者说对于自己感情的掌控欲啊，当你们能够全然的活在当下，真正的专注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的时候，对方自然会出现。但是如果你的心中没有向往，那么任何事情都会让你轻易的堕落。那么接下来的这2张爱之神谕卡，首先第1张牌是Acceptance is the key to inner peace。你们现在要达到内心当中的一种平静，而内心的平静关键在于自我接纳。你们不仅仅要接纳外部的这种，外部的事情它原本的模样，你们也要接纳自己原本的模样。而接纳自己呢，是和你们自己建立第一层亲密关系最重要的一步。那亲密关系它是不断递进的。我们在学会和他人建立联系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和自己建立联系，和自己建立一种亲密关系啊，学着全身心的去爱自己、关心自己、保护自己。你们只需要做好自己，那么爱你们的人自然会爱你。而第2张牌呢是 You may not always understand why certain things happen。你们可能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说特定的事情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其实你们也不必过分的执着于为什么每个人和事出现的原因，但是你们要记住的是，他们出现的背后一定是有着某种更高级的法则或者说原因来主导他们的出现和消失。你们可能觉得你们一直在走弯路啊，你们会迷失在人生众多的选择当中，但是弯路呢也是走路的一部分啊，这是你们必须要走的路。你们要告诉自己的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段感情和经历都能够让你们更加的成熟。同样的，你们会觉得现在的时光对你们来说很黑暗、很煎熬，但是呢，日出之美就在于它曾经脱胎换骨于黑暗。所以你们要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到来的，一切都会拥有的。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么第4组牌的第1张牌，圣杯6，它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遇到的这个正缘，很有可能是你们在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对方了。那么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你们遇到的这个当你们遇到正缘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之前2个素未谋面、素未相识的人，可能说在你们很早的过去，或者说童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可思议的这种交集。你们的共同的经历，会让你们感叹命运之手是如何将你们2个人的人生再次合并到一起。而第2张牌呢，权杖3，你们未来的正缘啊，它是一个火象特质的桃花，可能是白羊座、狮子座或者说射手座。从牌面上来看的话，对方他现在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等你，也许是他在这种学业或者说事业上要走的比你更快一些，但是未来的你们会因为命运而再次相聚，各自努力更高处见。而第3张牌呢，星币4，代表的是你们可能现在整个人处在一种特别保守和封闭的状态当中，你们不愿意去谈恋爱。其实不是你们不想去谈恋爱，只是你们害怕一段关系的结束会给你们造成伤害，所以说你们就避免了一切开始。你们成长的代价就是说经历了很多的失望，有着比较严重的这种社交焦虑。而第4张牌呢，圣杯女皇，也代表的是你们现在的这种性格特质会比较内敛，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有的时候也会陷入到自闭啊，甚至是自我怀疑当中。你们会觉得自己因为太过封闭的性格啊，不值得一段美好的感情。有的时候你们的情绪也会处在一种失控的状态当中，你们会觉得你们会被自己的情绪牵着鼻子走，而丧失掉自由。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组牌当中啊，我看到关于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失去了一些感受美好和幸福的能力。现在你们需要重新建立起对于生活的这种热情和期待，重新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你们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你们持续的善良和努力最终会留下痕迹，并且得到回应。而接下来的这3张爱之神谕卡的第1张就是 Stay optimistic about your love life， 大天使对你说的话，现在你们要保持对于未来的一种乐观，一切都会及时来到。你们首先要相信自己值得所有的美好，你们未来的人生依然充满奇迹，充满发现，充满惊喜。不要害怕未来，而要拥抱未来。而第2张牌呢是 Calling in your soulmate， 大天使听到了你们的祈祷啊，并且正在回应，他们正在召唤你的灵魂伴侣。而第3张牌呢是 Finances and Career， 你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那么因为这个权杖3这个桃花，它在更高处等你啊，所以说你们在收获一段满意的关系之前，先变成一个更优秀的自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那么接下来这2张爱之神谕卡呢，首先第1张牌就是关于选择，这张牌呢是关于你人生的选择，无论是选择爱情、选择人生、选择人生的方向，其实都没有对错，每一个选择都会丰富你人生的经历，都会丰富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啊，他们都是你宝贵的财富。所以说永远不要害怕去做出选择，也不要害怕自己做出错误的选择，因为所有的选择都会让你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你们要相信宇宙给你们安排的剧本，你们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会找到爱你们的人和你们爱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都是迂回和曲折的，所以说现在的你们其实没有必要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找不到，因为天下万物都有它来和去的时间。所以说在你们的内心当中啊，你们已经知道了 You already know the answer， 你们已经知道了关于未来的答案，它藏在你们的潜意识当中，你们只需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Do what feels right，跟随自己内心的指引，你就会慢慢的找到人生的方向。但是有一点你们要记住，不管怎么样都不要让自己失望，每一个决定跟随自己的内心，发自内心的自信，大胆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努力会得到回应，
你们自身也在闪闪发光，而这散发出来的光芒会被你未来的正缘所看到并且认同，对方也会主动的靠近，来追随你向上生长的脚步。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